在西藏的时候呢，曾经看见僧人吃肉，甚至僧人呢还招待我们吃肉。当时啊，跟我同行的小伙伴就很诧异啊，佛教的僧人不是吃素吗？为什么他们吃肉呢？这不是违反戒律吗？我们之所以对于佛教一定是吃素这个观念呢，其实来自于汉传佛教。汉传佛教的僧人呢，普遍都吃素。如果你家里人有人信佛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他初一、15必须吃素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“吃斋念佛，吃斋念佛”，似乎吃斋就等于念佛，念佛就等于吃斋，而斋饭就等于素食。这可能是我们对于佛教僧人必须吃素的刻板印象的来源。但是我最近研读了佛教的发展史，我们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，在印度佛教的戒律当中并没有必须吃素这一条。为什么呢？佛教不是反对杀生吗？怎么可以吃肉呢？佛教虽然反对杀生啊，但是可以吃三净肉。什么是三净肉呢？就是指不见、不闻、不疑为自己所杀的肉，即不见杀，没有亲眼看见动物被宰杀的过程。比如说去市场看到某头牛被当场宰杀，这头牛的肉就不属于三净肉。不闻杀，没有亲耳听到动物被宰杀时的惨叫声，比如说在屠宰场附近听到猪被宰杀的叫声，此时屠宰场的猪肉就不属于三净肉。不疑杀，没有理由怀疑这肉啊是为了自己或者说自己所属的群体而宰杀的，比如说信徒去寺庙拜访的时候，寺庙为接待他而宰杀的家禽，此肉就不属于三净肉。根据律藏中记载，佛陀允许弟子在特定的条件下食用三净肉，前提是不违背慈悲心且不主动促成杀生。在《楞严经》《涅盘经》等大乘经典虽更强调素食，但是也对于三净肉的范围和戒律要求做了说明，本质上是对于众生的保护和对于杀生行为的规避。佛教禁止杀生的根本的目的是培养众生的慈悲心，避免因为贪食肉类而助长杀生业力。三净肉的规定并非是鼓励吃肉，而是在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下，比如说像藏区在历史上地理环境啊、物质匮乏等等，在那种条件下暂时允许食用非主动促成杀生的肉类，以减少直接的恶业关联。比如说早期的佛陀规定啊，僧人每天都必须得出去化缘，化缘的时候还不能有分别心，无论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，走到哪家算哪家，化到了什么就吃什么。如果说主人家吃食当中只有肉食，你偏偏要求主人家提供素食，这就着了相，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不管施主提供了什么样的食物，僧人都只能愉悦地接纳并接受，并且祝福施主。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要求僧人只吃素不吃肉的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汉传佛教会形成吃素的戒律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信佛的皇帝梁武帝。梁武帝呢是我国的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的一个皇帝，因为他舍身同泰氏，所以又被世人称之为皇帝菩萨。根据南史中记载，在公元527年、529年、546年、547年，他4次舍身入世，群臣出资了1元才将其赎回。这4次舍身入世也说明了梁武帝是一个传奇人物。事实上呢，这个梁武帝呢一开始并不信佛，而是信道。在他登上王位之后呢，就改信佛教了。当时啊，他下旨宣布舍道是佛，并要求群臣百官都反伪就真，舍邪如真。梁武帝推行佛教那可谓是不遗余力啊！据说繁盛的时候，仅仅是今天江苏南京地区的寺院就多达500所，僧尼有10万多人。也就是这个梁武帝啊，明令禁止僧人不许食肉。梁武帝呢，根据《大般涅盘经》撰写了断酒肉文，命高僧在华林殿进行宣讲，明文禁止中国的僧尼吃肉。此后，汉地的僧人就开始吃素，改变了吃三净肉的习俗，于是素食就成了汉传佛教当中的一项重要的戒律，连绵至今。我们呢有句俗话叫“我可不是吃素的”，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其实是说，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，我不会心慈手软的。但如果这句话是藏传佛教的僧人说出来的，那可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不只吃素啊。在西藏地区，海拔高，气候寒冷，蔬菜种植困难，肉类尤其是牛羊肉曾经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营养来源。如果强制要求素食，可能会导致生存的问题。因此在遵守三净肉的原则的前提下，允许食用非刻意为僧人宰杀的肉类，
本质上是对客观环境的适应，而非对戒律的放松。即使食用三净肉，藏传佛教也明确禁止食用恶物肉类，比如说像什么鸡蹄类的动物，比如说马、驴、骡等等；犬科类的动物，比如说像狗啊、猫科类的动物等等，因为这些肉都属于不净。另外呢，还有水生动物，比如说像鱼、虾、蟹，都视为龙王的子孙，也在禁忌之列。这与汉传佛教对于水生动物的禁忌很类似。所以我们在藏区你就会发现藏民跟僧人呢，虽然都吃牛羊肉，但是呢，基本上非牛羊肉的动物的肉基本上都是不吃的。藏传佛教当中呢，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提倡素食，比如说像乔美仁波切如来牙呀、华智仁波切等等，并且他们身体力行吃素戒荤。无论是否食用三净肉，佛教的饮食观核心始终是不杀生与慈悲。三净肉是佛教在特定的条件下对饮食戒律的一种方便的规定，其本质是避免主动参与杀生业力，而非是鼓励吃肉。从教义发展来看，大乘佛教始终以素食为更圆满的修行方式，而三净肉的存在是对于客观环境的暂时适应。如今呢，随着观念的进步和物质条件的改善，藏传佛教当中的素食比例也在逐渐的上升，其核心的慈悲精神始终贯穿于饮食戒律当中。我是邪师笑风，这是我研究藏学的第2年。关于藏传佛教僧人不只吃素这个问题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你写在评论区。如果本期的视频对于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和关注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